嗨，我是。一开始就笑场。嗨，我是喜爱体育、热爱体育，没有体育就会吃不下饭、睡不着觉，甚至就会活不下去的体育狂。今年考取地特3等体育行政桃园市状元的李于展。因为我大学是就读运动医学相关的科系，那毕业也很顺利的考取运动防护员证照，进入学校工作。但是因为这份工作是1年1聘。如果跟学校关系，像我的跟学校关系不错，比如说学校高层、校长、人事、会计、学务主任、体育组长这些人会决定我去留。那一旦我可能某一年表现不好，或者是关系有所变化，那可能就拜拜了。所以长期来看，我就想说，应该是要考个公职会比较有保障。体育行政就只有志光有而已啊。说的也是。其实我大四实习的时候，我就有寻求毕业后其他职业发展的可能性。当时我就发现考取体育行政是一条可行的选择。但是我毕业之后，我就发现，备考资源好像只有行政法单科可以让我报名。那直到2019年，天降甘霖，台南志光开设了体育行政的全科课程。于是我就毫不犹豫地报名了。我先分享我行政法这一科的准备方式，因为这一科我在以前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法律基础，所以我觉得这一科最困难的地方就是，尤其是申论题，你要怎么把一个法律题目，把一个 case 透过有条理的分析，把这一题的分数都拿到，因为3等考试是50分申论题，50分的选择题。那50分的申论题又分为2大题，要怎么把这2大题的分数拿到手，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。那台南志光这里给我的资源是有2位老师，我先分享陈怡老师的部分。陈怡老师的部分是在于他的体系表跟他的讲义，是我认为整理方面是真的非常的有条理。上课就是他会先把他的体系表先带过一次，然后抄满整个黑板。但是不用担心要跟着抄板书，当然要跟着抄板书也是可以，但是它是有一份已经印刷好的体系表，让你去做阅读跟整理笔记。那再去接上他的讲义、他的课本。他的课本的特点在于，在某个课程的片段结束之后，底下会附上这一个片段所谓的考古题，所以整个讲义看起来或许会稍微有点密密麻麻，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是非常受用的。老师赞啦！那我特别要分享林清老师的部分是他的总复习猜题的部分，我觉得真的是相当的准，太准了。所以在总复习这部分，我强烈建议真的要听林清老师的话。老师说的你有没有听？接下来我分享运动自然科学这一科的准备方法。这一科由于是我的本科，就是我运动医学相关的科系，大概我学过所有的科目，大概都集中在这一科。因为运动自然科学乍看之下好像是只有一个科目，那其实它里面是很广的。比如说它包含了运动生理学、运动心理学、运动生物力学、运动营养学跟运动处方，它大概是有这5大方向去组成这一科。太多了吧？在考题方面，因为这一科是试题申论，所以试题申论它比较常出现的就是2题生理学或是1题生理学是必出的，然后心理学也是1到2题也是必出的。那剩下的那一题大概就是运动生物力学，也就是我刚刚讲的运动处方跟运动营养学，它不一定每次都出。那它大概什么时候出？有的时候这比较罕见，但是有的时候它会出到5题的时候，那这个第5题可能就是我刚刚所谓的运动处方或者是运动营养学这部分。那运动生理学的书籍我是最推荐林正常老师的。那运动心理学的书大概是纪立康老师跟一些其他的老师翻译的《竞技与健身运动心理学》。那运动生物力学的部分，它倒是没有那么深奥，只要把
按照历年的考题分析下来，大概只要把高中古典的物理学把它拿出来复习，我觉得就可以了。那运动营养学的部分，比较推荐高雄医学大学的徐美智老师跟其他老师合著的那一本。对，那运动处方的话，处方我就比较少看到有相关书，因为大部分都是原文书比较多一点。运动自然科学这个学门虽然是只有1张考卷，但是它所包含的科目真的很多，所以我以上列的书单是我真的有看过的，也就是要准备这科，就是这些书真的都要认真的去看过，真是不容易呀。那另外我要提的是，台湾之光这里给我的资源，吴凡老师与金承珍老师的讲义，其中有提到的时事在这一科也是相当重要。那我要分享的是，在我们这3年影响我们生活莫大的疫情跟运动自然科学的相关，也就是运动与免疫。那运动与免疫这一个部分有命中111年高考这一科有完全命中，有完全考出来这样子。老师好厉害！接下来我要分享体育行政与管理这一科，这一科真的是大魔王，因为我每一次考试这一科都是拉低我分数，这一科真的是算我的弱科还是要去面对，就是只能尽量去克服。所以我的准备方式是，我是以台师大郑志富老师的《体育行政与管理》这一本教科书下去做主轴准备。那搭配的书有体育署出的《体育运动政策白皮书》，还有最近新出的计划《运动爱台湾2.0》。之前有一个1.0的版本，最近新出了一个2.0版本，已经在111年高考有先命题了。那还有3个月1期的国民体育季刊，我大概是以这几本书下去做主轴。真的额外读了好多。那这一科大概在讲什么呢？以下我大概列了四大方向：计划、组织、领导、控制。如果真的还要再加的话，大概是还有决策。像计划的话，大概是有活动规划啦，或者是赛制。像赛制，我这里提一个时事，刚结束的世界棒球经典赛，这个不知道今年高考会不会考？经典赛赛制是怎么样？这次有4个小组 ，A、B、C、D 4个小组，一个小组有5队，5队有取前2嘛，取前2进8强，2、4、8嘛，8强，然后再去也是树状图，然后交错这样去比赛，所以这一题我觉得是蛮好的时事考题。今年考试的同学要注意哦。赛制真的很复杂，赛制它可以考单淘汰，可以考双淘汰，还有像双败淘汰啊，还有什么败部复活的那种。对，双败淘汰其实就败部复活了，它就最后有胜部冠军跟败部冠军。我记得有一年就是有考出，好像是双败淘汰还是什么的，然后问你，好像7队还6队，然后问你这样的赛制之下，总场数会是几场？对，你还要再去算哦。原来办比赛这么难。那像组织，大概就是像我们的政府体育局处，或者是中央的教育部体育署相关的政府的层级组织要去了解。那领导大概有考过，就是领导人，体育政策的领导人大概需要什么风格？那控制的部分大概就是经费管理、绩效管理跟场地与设施管理这个部分要去了解。那决策的话，就是一些政策跟法令。所以像这一科，它比较难准备，就是它常常会有最近更新的政策跟法令。比如说2个月前修的，它有可能就会在当次的考试出来。这一个就是比较难准备的部分，就是要常常去逛体育署相关的网站去了解这些政策与法令。这样听完我都累了。这一科真的是噩梦，这一科真的是大魔王，受不了。幸好考完了。好，我分享这次111年地方特考运动社会学这科，我的第一题是拿满分25分。那我先描述一下题目，这一题是在讲说，目前台湾篮坛同时有 SBL、有 P League、有 T1 3个篮球联盟并列。那从职业运动发展的脉络来看，这样3足鼎立的现象，
会面临到什么样的挑战，然后举例说明。给大家思考一下，等一下我们听听满分的解答。我从下列几个面向来看，第一个，在职棒，在大概2000年前后的职棒，那当时是中华职棒跟台湾大联盟2联盟并立，那当时就是互挖墙角嘛，整个制度也没有说相当成熟，所以在这个面向分析完的结果，结局只有一个，就是合并。所以我第一个面向我是讲说，结局应该就是走向合并，只是看时间点早晚而已。那第二个面向就是这3个联盟刚好有去参考对岸的篮球 CBA， 他们今年有发展一个租借的制度，我觉得是还蛮有趣的。像举例来说 ，T1 联盟有把台湾啤酒的吕菜鱼轮，然后租借到云豹队，因为他在原本的台啤队上场空间有限，所以把它租借到云豹队，这样他的上场空间可能会比较多一点。可能在母队上场空间没有这么的充沛的情况下，那把它租借给另外一支可以让他有发挥空间的球队，那在隔年或隔2年再归建母队，这样的制度我觉得是还不错的。那再来就是强度的部分。因为在强度部分，这3个联盟目前我们现在看起来是大部分好的球员都是在 P League 跟 T1 联盟这2个，所以变成 SBL 有点像2军农场的感觉。再来第4个面向就是在场馆，因为我们都知道主客场制是职篮联盟蛮重要的元素，所以 P League 成立比较早 ，T1 比较晚，所以其实比较好的场馆都被 P League 占走了。那 T1 它比较晚成立，所以他被迫要去租借一些大学的场馆，比如说像台啤去租北师大的场馆，因为台湾本身的运动场馆就没有很多，那 SBL 就没有主客场制，对，所以从场馆的面向分析大概是这样。再来就是裁判的部分，在国内的 A 级裁判跟国际级的裁判其实也有限，所以在裁判部分 ，P League 跟 T1 的这2个联盟大概都把国内比较顶级的裁判大概也瓜分掉了。但是这样也不是说 SBL 裁判就一定不好，也没有哦。因为据我所知 ，SBL 裁判他反而可以去拉拔我们缺乏练习的裁判，因为我们讲说球员要养成，教练要养成，那裁判要不要养成也要嘛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磨练机会。那最后我要分享的是运动爆红的现象。这个赛季最明显的就是云豹队签了 Dwight Howard。这一个东西，我觉得也是未来其他球团可以借鉴的，因为你看来一个魔兽云豹队，他们季前大家都想说，哇，你去租借国体大那个15000人的场馆，要坐几个人？结果来一个魔兽，哇，大家抢票，对不对？秒杀。所以这个也是给国内其他球团去借鉴，说，你签了一个超级巨星来，对你球团的票房也好，周边也好，相关的收入是很可观的。国考它其实就像运动选手一样，周期化训练，然后去按表操课，扎实的打下基础，一步一步的去建立你的上榜之路。像以我自己为例，我第1年就是真的花了很多时间在打基础，尤其法科，我是完全没有法律的基础的情况下，是花了很多时间在打这方面基础。那在第2年，差了一点点。第3年，我就想说，应该走出考场，我都会写啊，应该是稳了。结果又是差1-2分，就差这么一点点。但是我都想说，准备到这种程度了，在这个当下，说不难过是骗人的。我从来没有一刻想要放弃，我还是秉持着我的正向的态度去准备这项考试。努力很重要，当然运气也是一定。像王贞治他曾经有讲过一句话：如果不断苦练，运气也会站在你这边。所以我就秉持着这样的态度继续拼，真的就在这一次的地特，终于轮到我了。所以那时候我就是在听了去年高考完这个挫折的鼓励之后，我就是下定决心，考古题再出现一次，我一定要把握，不能再放掉。如果是像新的东西没有抓到，那也就算了。但是考古题已经出现过了，出现在我眼前了，再出现一次，这次我绝对要逮住它，不能再放掉。